太监不仔细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哎呀！给我吧，宫中的路我都认得，想一个人进去，我自己出宫便是。是。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呀。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公公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去那凶险的大院和亲吗？你把辛无畏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混账东西！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圣上，今夜在何处安歇呀？秦贵妃的身子越发重了，今夜若再不去看她，恐怕她又要过来闹。圣上，定国公府薛大姑娘有要事要面见圣上。叫她进来。是。圣上，那秦贵妃那边无妨，晚些再去也不迟。表妹对朕这个表哥向来是不亲近的，如今这宫门都要下月了，你怎么跑到朕这儿来了？臣女今来是向圣上投诚。你我本算是一家，何来投诚一说？圣上励精图治，正值当年，如今秦贵妃怀有皇嗣，本应是大权当握，但内有太后娘娘干预朝政，外有薛家根深难除，圣上行事处处受人掣肘。如今朝中虽有人挖出了能够撼动薛家的旧案，然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；要使巨木倾覆，连根拔起，也非一日之功。圣上若欲向薛氏一脉举刀，臣女愿献绵薄之力。哦，你愿意做朕的手中刀？是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姓薛，朕凭什么信你？姓薛又如何？在父亲和姑母眼中，我不过是一颗棋子，胡用了，随时便可丢弃。既然注定要做棋子，那阿叔自是愿意做这天下最尊贵之人的棋子。阿叔一夜未归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丫鬟不是说她昨日入宫去了吗？她留宿宫中，侍奉太后也是常有的事情。
我看不必为他担心，只是他这一次不顾我的命令，擅自出门。等他回来以后，必须家法伺候。王公公，恭喜国公爷了。何事恭喜啊？另爱昨夜留宿御书房，今晨已被封为贤妃娘娘，圣上命我来传旨，可不得恭喜国公吗？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谁让他来的？滚出去！母后息怒。是啊，您可别为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狐妹子，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后妃每日给娘娘请安是公规，既然您今日心情不佳，那臣妾明日再来。臣妾告退。阿叔，公主有话要同本宫说。为何要这样做？我做了什么？不知廉耻，自荐枕席。公主不妨问问自己，我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？我何时逼过你？没有逼我，你我多年情分，可在你心里，我却不如一个江雪宁。我与临淄王天生一对，可他却爱上了一个什么都不如我的江雪慧。他不愿娶我之时，你在哪里？我被薛家视为弃子之时，公主殿下，你又在哪里？而今大悦来犯，该去和亲的人是你，又凭何要我代替你去？所以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是对的吗？你与我论对错。公主未曾尝过一切都失去的滋味，等到了那一日，便会知道，所有的人都会同我一样选择。这世上只有胜败，没有对错。他竟真做得出来。我原以为他骨子里该是傲气自负的，没想到时易事变，他竟这般自甘轻贱。不过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此事外面已经开始议论了。他便是得了妃位，也坏了名声。他看似坏了名声，却保全了自己。眼下死局又回到了公主身上。圣上还是未能下定决心下旨。那可是朕的亲妹妹啊！可她也是大前的公主，理应为圣上分忧。如今圣上面临两难，既不放心燕家，又不能把兵权交予薛家，朝中无强将可用，开战并无胜算。臣妾也觉得，此时不战才是上策。何出此言？大越王权更替，新王登基。若说他们真的想打，倒也未必。依臣妾看，这只不过是大越新王想要立威、收服大越民心的手段罢了。但或许，和亲才是他们更想看到的结果。大越狼子野心，和亲只是扬汤止沸。若真的是让芷衣远嫁之战，那朕的脊梁骨都得被天下人给戳烂。臣妾知道圣上为难，但战败才叫和亲。咱们此时一亲，只是休两方之好。若一桩婚事能够免去一场战事，
天下臣民只会对圣上感恩戴德。其实说起来，芷衣年纪也不小了，本就到了该嫁之龄。芷衣远嫁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待日后边关稳定，圣上牢牢握住了朝堂，咱们再把她接回来不就行了？帝王卧榻，最忌他人酣睡，圣上不可能无缘无故封她为妃，尤其是在这种风口浪尖的节骨眼上。想来想去，答案只有一个：薛叔自断羽翼，划清界限，从此调转枪头，为圣上对付薛氏。在对付薛氏这一点上，也算是好事。但对公主不是。若公主当真和亲而去，来日与大越开战，她就会第一个死。你怎么知道一定会开战？因为薛叔断尾求生，公主和亲已成定局。还望谢大人顾念当年上京途中，雪宁对您未谢之恩，以我一命换他一命，放他一条生路。可上一次我以救人恩情胁迫他放过张遮，这一次或许也能用这唯一的恩情恳请他相助。您曾告诉我要与命运抗争，就算已成定局，为了殿下我也要试一试，哪怕会有杀身之祸。是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您曾说过对雪宁的百般照顾是为着4年前的救命之恩。雪宁知道阻止殿下和亲一定会给您招惹来麻烦，我并非此意。此事牵连过大，雪宁一人无法力挽狂澜，只得挟恩迫于您。只要殿下能留下，你我2人之间便互不相欠，恩怨两清。住口！你就这么不想跟我有一丝瓜葛？我不是。沈芷衣，我会替你留下，但这句话，我不想再从你口中听到。雪宁告辞。母后，大越亡我大前之心未死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再次回眸？让芷衣远嫁，这是要她的命啊！母后，求您和皇兄收回成命吧。如今圣旨已下，你让哀家怎么办？难道去驳斥圣旨吗？母后为了二哥娶妻，为了薛家大计都能驳斥皇兄，到我这里便不可以了吗？芷衣啊，你是大前的公主，就该有公主的担当。二哥，不必求他。父皇在时，母后只关心皇兄；后来皇兄继位，母后又为了薛家大计只在意二哥。我在母后心中又算什么呢？你也是哀家的亲生骨肉，难道哀家不盼你好吗？若不是薛叔在你皇兄面前谗言献媚，和亲之事也不会闹得如此这般没有回转的余地。薛叔能有今日，说起来也是母后一手栽培的。我有今日过，您就没有半分责任吗？芷衣，权位荣华，说起来只是过眼云烟。只盼来日，母后能明白这一切。芷衣，芷衣，芷衣，
芷怡，你不能就这样被送去和亲，我再去求皇兄。该说的、该求的，你都为我说了多少次了，没用的。皇兄不会轻易下旨，一旦下了便无法更改。二哥，你自己的事已经够麻烦的了，就不要再为了我去惹怒皇兄和母后了。可是你的选妃之日马上就要到了，二哥还是先想想怎样才能不辜负人家江姑娘吧。我们两个若没有生在帝王家，就做一对普通兄妹，那该多好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圣上已经下旨，定了长公主去和亲了。实在窝火！你说说，大钱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不过最近很多人都在传要薛家姑娘去和亲，怎么突然就定了长公主？薛姑娘，人家现在可是圣上的贤妃了。再说了，薛家树大根深，谁知背后又使了什么手段？你可想好了，当真要帮江雪娘？阻止和亲做不到，但可另想法子。这可是公主和亲，你有什么法子呀？我问过礼部了，和亲定在3月21。公主于太极殿拜别之后，便会一路出京，由禁军护送北上，而后再与大越王子在草原上行合卺之礼。若是在宫中动手，牵扯过大，易被发现，所以我让刀卿寻一死囚带在路上，于途中偷将公主唤出来，再放火烧了车辇。届时死无对证，世人皆会以为公主丧生火海。哦，这个办法好，如此一来，也可绝了朝廷寻找公主的后患。不过，这和亲未成，大越焉能善罢甘休啊？放心，我会让刀卿伪装成大越人去放火，到时候他们百口莫辩，就算是想开战，也会受到天下人的口诛笔伐。而且，倘若真的开战，朝中并无可用之帅，届时正好借机迎回咽喉。你这到底是为了帮江雪宁，还是为了完成你自己的计划？有什么分别吗？若你二人只是合作，自然没什么分别。不过要迎回咽喉，只需要杀了沈芷衣，挑起两边战乱不就行了吗？你冒这么大风险为她救公主，但凡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这么多年的布局可就毁于一旦了。嘿，这天一亮啊，选妃之日便到了。看来咱们慧姐儿是铁了心了。常言道，女大不由娘啊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，也不仅是她一个人如此啊。还不都是因为你，把他们给惯的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一直都是独善其身的，你这次怎么会敢跟薛氏硬碰硬啊？是，夫人，是我商量不正，下了